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大家先想象一个场景哦。假设你现在是个高中生，拿到新的生物课本，超兴奋地打开，结果第一页就贴了这么一张警告贴纸，上面跟你说，同学，这本课本里讲的演化论，它只是个理论，不是事实哦。你要用开放的心态去批判性的思考。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对吧？很中立，很客观嘛。但各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当时那个文化氛围底下 ，It's just a theory， 它只是个理论。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暗号，一个 code word。它背后的意思其实是在偷偷暗示说，演化论这个东西啊，不可靠啦，就只是个猜测而已。所以你看，这张小小的贴纸，它其实就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一场席卷全美国的超级大战。这场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科学、信仰，还有最重要的下一代的教育。而这场风暴的核心就是一个问题，有个叫智慧设计的东西，它到底够不够格，可以被放进科学教室，跟演化论平起平坐？所以啦，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件事，这整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辩论而已，它的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是一场争夺美国下一代科学教育灵魂的政治斗争。你看哦，一方是主流科学界，他们100%坚持演化论是整个现代生物学的基石，它的重要性大概就跟物理学里的相对论一样，你动摇了这个，那整个科学大楼都会跟着摇摇欲坠。但另一方呢，他们会说，哎呀，你看生命这么复杂，人体的眼睛、细菌的鞭毛，这么精密的结构，怎么可能纯粹靠随机突变跟天择慢慢演化出来？这不可能嘛！背后一定有一个智慧设计者，而这个观点呢，也应该要在学校里被当成另一种科学理论来教。这场仗啊，打得非常激烈，而且它不只是在大学教授之间吵，而是在全美国每一个地方的学区遍地开花。我们来看一个超经典的例子，堪萨斯州。这里的教育政策哦，简直比坐云霄飞车还复杂，真的是多空交战，来回拉锯。你看这个时间轴，1999年，反演化论那一派的人占了上风，他们超猛，直接投票把演化论从整个科学课纲里面删掉，整个删掉哦。结果可想而知，当然是引发了超级大的反弹嘛。所以隔年选举，支持科学的这一派就大获全胜，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演化论扎回来。但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No No， 到了2004年，反方又卷土重来了，而且这一次他们玩得更聪明，或者说更 tricky。他们不直接删，他们直接去修改科学的定义，说科学可以包含所谓非自然主义的解释。哇，这句话就很有学问咯。什么叫非自然主义？讲白话一点，不就是超自然吗？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后门，让那些神学的宗教的观点可以披着科学的外衣混进来，真的是高招。不过还好，到了2006年，政治的钟摆又荡了回来，亲科学派又赢了，马上再把这一切给推翻。所以你看，这个堪萨斯的例子就告诉我们，这场斗争真的不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情，它是一场活生生的，在美国各地透过选举、透过辩论真实上演的民主角力。而就在这个全国都在炒这个议题的大背景之下，有一个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小镇，即将成为这场全国战争的引爆点。好的，重点来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宾州这个叫多佛的小镇。在2004年底，这里的学区委员会，也就是校董会啦，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最终闹上了联邦法院，变成了一场历史性的审判，也彻底改变了这场论战的走向。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
OK， 多佛学区委员会通过的这项政策可以说是设计得非常精巧，每一步都有它的目的。首先，他们要求所有的高中生物老师上课的时候，必须要在学生面前念一段官方写好的声明。那这段声明的策略是什么？他很聪明，他不直接否定演化论，因为那样做马上就会被告违宪。他的策略是先说达尔文的演化论有漏洞，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地方，先动摇他在学生心中的权威性，然后呢，顺势介绍一个叫做智慧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简称 ID 的另类科学理论，说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生命的起源。最后还特别点名，推荐学生们去学校图书馆找一本叫做《熊猫与人》的书来看，而这本书就是智慧设计论最主要的教科书。你看，它整个操作就是质疑、替代、导流，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政策一出来，马上就点燃了导火线。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转捩点。面对这个来自校董会的强制命令，多福高中的生物老师们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他们集体抗命。而且他们抗命的理由不是个人的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而是纯粹基于科学家跟教育者的专业伦理。大家看这句话，这是宾州教师道德准则的一部分，老师们都宣誓过，绝不会故意向学生提供虚假资讯。在他们这些专业人士看来，智慧设计根本就不是科学，它只是伪装成科学的宗教观点。要他们在科学课上对着学生宣扬这些他们认为是错误资讯的东西，这等于是违背了他们的职业誓言。这种坚持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你想想看，他们冒的是丢掉饭碗的风险。而正是老师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才迫使整个事件从一个学校内部的争议，直接升级到必须对簿公堂的层级。老师们的集体拒绝，让学区委员会的脸上非常挂不住。那最后他们怎么办？只好让学区的行政主管自己亲自跑到每一个生物教室去，代替老师念那段声明。那个场景可以说是有点尴尬又难看。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老师们的坚持得到了家长们的回应。有11位当地的家长，由一位名叫塔米基兹米勒 （Tommy Kiss-Miller） 的妈妈带头，正式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学区委员会的政策违宪。这就是后来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基兹米勒诉多佛学区案。你看，一场地方性的教育争议，就这样正式升级成全国注目的联邦大案。接下来，整个战场就从学校转移到了法庭。这场官司的核心不再只是争论该不该教这个政策问题，而是把智慧设计这个概念本身直接放上了解剖台，用最严格的法律和科学标准来检验它。它的核心主张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它到底算不算得上是科学？这等于是给了智慧设计论一个机会，让他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证明自己。而这一切都将在双方顶尖律师的交叉詰问，以及世界级科学家们的宣誓作证之下，被一一揭晓。好，要理解这场审判的攻防，我们必须先搞懂智慧设计论最核心的科学主张，就可以说是他们的王牌，叫做不可化约的复杂性 （irreducible complexity）。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某些生物结构实在是太精密、太复杂了，就像一个捕鼠器一样，它有底座、弹簧、压杆这些零件，你只要拿掉其中任何一个，它就整个报废了，完全没办法用。所以支持者就认为，这种系统不可能透过演化论那种慢慢来、一步一步改的方式出现，因为半成品根本就没有功能啊，早就被天择给淘汰了嘛。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它一定是在一开始就被一个智慧设计者一次性的、完整的创造出来。而他们最常举的经典案例就是细菌的鞭毛，一个结构超级复杂、像微型马达一样的东西，用来推动细菌前进。那么，主流科学界是怎么回应这个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挑战呢？他们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有证据支持的概念，叫做功能挪用 （co-option）。
科学家们出庭作证指出，细菌鞭毛这个所谓不可化约的马达，它里面很多的蛋白质零件，其实跟细胞里另一个功能完全不同的系统，叫做第三型分泌系统的零件，根本就是同源的，可以说是亲戚。那这个第三型分泌系统像什么呢？它就像一个分子的注射器，是很多病菌专门用来把毒素打进其他细胞的武器。所以演化论的解释是，复杂的结构并不是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创造出来的，它更像是玩乐高，是把本来已经存在有 A 功能的旧零件借来，重新组合改造一番，最后变成了有 B 功能的新东西。这个过程就叫功能挪用。这个论点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它直接破解了半成品没有用这个前提，因为那些零件在当时根本就有别的用途，而且还很有用，所以演化论的最终有问，除了漂亮地防守住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这个攻击之外，原告方的科学家还发动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攻击。他们提出了一个演化论的可验证预测，这招真的非常高明。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那些大型猿类，像是黑猩猩、大猩猩，它们有48条染色体，也就是24对，但我们人类只有46条染色体，23对。这就奇怪了，对吧？如果我们真的跟他们有共同的祖先，那在演化的过程中，消失的那滴对染色体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没办法回避的问题。演化论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它的基础就会大大动摇。所以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个超大胆但又超合理的假设，他们预测，如果我们跟猿类真的有共同祖先，那染色体应该不是凭空消失，而是我们的某个远古祖先身上有2条染色体在某个时间点意外的头对头粘在一起，融合成了一条比较长的染色体。你看，将总数就从24对变成23对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预测，这就是科学最强大的地方。那要怎么验证呢？其实很简单，你想想看，正常的染色体，它的两端都会有一个特殊的 DNA 序列，叫做端粒，功能就像我们鞋带头那个塑胶套一样，保护染色体不要散开。OK， 那如果2条染色体是头对头粘在一起，那融合之后，这条新的超长的染色体，它的正中间理应会找到本来不该出现在那里的端粒残骸，对吧？就像你把2条鞋带粘起来，中间会有2个塑胶套粘在一起。好，重点来了，结果呢？当科学家们真的把人类基因组整个解码之后，他们一看不得了，我们人类的第2号染色体，它的结构完完全全100%就跟这个预测一模一样，在它的正中间真的找到了2个端粒融合的痕迹，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失效的备用的着丝点。科学家甚至能精确地指出当初那个融合点的 DNA 序列在哪里。这个证据，各位，这就是所谓的 smoking gun， 冒烟的枪，是铁证如山。它完美地展现了演化论不只是个故事，它是有强大预测能力的科学理论。整个审判过程中还有一个堪称是电影情节的戏剧性时刻。被告方也就是埃迪阵营的明星证人是提出不可化约复杂性的麦克贝席博士。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非常武断地说，人类的免疫系统这么复杂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演化出来，而且科学界也根本没有相关的研究。结果在法庭上，原告律师就问他，贝席博士，你确定没有人研究免疫系统的演化吗？接着律师就开始一本一本的拿出科学期刊和书籍，全部都是关于免疫系统演化的研究论文，1本、2本、3本。最后他在贝席博士的证人席前面堆起了你猜猜看有多少？整整58篇论文和9本书组成的一座小山。然后他问博士，面对这座证据之山，你还坚持你的说法吗？整个法庭都傻眼了。这一幕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智慧世纪论的支持者是如何选择性的忽视，甚至是直接无视排山倒海而来的科学证据。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说刚刚的科学辩论是正面战场的真刀真枪对决，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更狠了，这等于是直接抄了对方的老家，釜底抽薪。原告的律师团队透过法律程序挖出了智慧设计这个运动真正的历史根源，他们要向法官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科学发现，而是一个为了规避法律而精心策划的法律和政治策略。而那个最关键的，可以说是冒着
烟的枪的证据就藏在那本他们推荐给学生的教科书《熊猫与人》里面。在揭晓这本教科书的秘密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时间要回到1987年，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叫做爱德华兹诉阿吉拉达案中，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关键判决。他们裁定，所谓的创造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点，而不是科学。因此，在公立学校的科学课上教这个，是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政教分离原则的。这个原则是美国立国的基石之一，意思就是政府设立的公立学校不能为任何特定的宗教背书。所以这个判决等于是从法律上直接封杀了传统创造论想要进入校园的所有途径。好了，关键的证据来了。原告律师透过法院传票，居然真的拿到了《熊猫与人》这本书在出版前不同时期的草稿。当他们把1987年最高法院判决前后的草稿拿来一比对，哇，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大家看荧幕上这个对比，左边是判决前的草稿，它对创造的定义是透过一位智慧的创造者 （creator） 突然开始。右边是判决后的最终版本，它对智慧设计的定义则是透过一个智慧的作用力 agency 突然开始。各位看出来了吗？整句话的结构用词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把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创造者换成了一个比较模糊、听起来比较中性的词作用力。这根本就是 Word 里面的寻找与取代功能啊！这个证据真的是铁证如山，直接证明了两者的关联性。我们再把时间轴拉出来看，整个脉络就更清楚了。1987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在学校教授创造科学。结果仅仅1个多月后，在7月的时候，熊猫与人的出版商就开始系统性的在书稿中把所有创造论 creationism 这个词全部换成智慧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 这个时间点的巧合根本就不可能是巧合。这证据说明了什么？它非常清楚地表明，智慧设计根本不是一个从科学研究中自然诞生的新理论，它是一个品牌再造 rebranding 的经典案例。一个为了规避法律判决，把旧的创造论换上一个新包装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一个法律策略，而不是科学革命。经过了长达6个礼拜的审判，不管是科学证据还是历史证据，全部都摊在了阳光下。现在所有人都平息以待，等着法官做出最后的裁决。而这个裁决将不仅仅决定多佛镇这个小镇的命运，更会对全美国的科学教育以及这场延烧已久的文化战争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2005年12月20日，主审法官约翰·琼斯3世公布了他长达139页的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写的是巨细靡遗，理路清晰，论证非常严谨。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背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位琼斯法官他可不是什么自由派的激进法官，他是一位终身的共和党员，而且还是由当时共和党籍的总统小布希所任命的。所以当初 ID 阵营看到法官的背景，可能还暗自窃喜，觉得自己抽到了一支上签，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位他们眼中的保守派法官最后会给出一个让他们跌破眼镜，而且是毫无转圜余地的判决。这就是琼斯法官在判决书中的结论。他的措辞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非常直接。他写道：我们的结论是，智慧设计是一个有趣的宗教神学论点，但它不是科学。他接着说，智慧设计是一种宗教观点，是创造论的重新包装，而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这段话等于是从法律的层面彻底宣判了智慧设计想要进入科学课堂的死刑。法官认定他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在法律上更是直接违宪。多佛学区的政策被立即推翻。而更讽刺的是，其实在判决出炉前1个月，那些当初强硬推动这项政策的学区委员会成员，已经在地方选举中被当地选民用选票全部赶下台了。这场审判最终以科学和当地家长们的压倒性胜利告终。
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看到宾州多福镇这场审判，它不只是一场地方官司，它更像是一次对智慧设计论的全面体检。无论是在科学层面，像是我们提到的染色体融合的铁证，或是功能挪用的概念，还是在历史层面，那本教科书寻找与取代的铁证，它都被证明是一个精心包装过的宗教运动，而非科学理论。然而，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既然智慧设计论在法庭上被如此彻底的击败，证据也都如此明确，为什么直到今天，关于演化论的争议，在美国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依然没有平息呢？这或许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根源，可能从来都不只是科学本身，而是更深层的文化、信仰和政治认同的角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叫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